2021年8月24号，星期二，我左思右想，决定做这期视频，为今年40多天的新疆之行画上一个句号。这个视频没有文案，没有华丽的装饰词语，它主要讲的是这40天我都去了什么地方。镜头里的画面是甘肃永昌312国道边的一个小树林，每次路过这儿，我都会来住几天。对于这里，我有一份特殊的感情。这个地方的地址是甘肃省永昌市焦家庄镇，到了镇上，看见一座桥，左转下去就是。风景一般，但绝对是一个休整的好地方。简单休整2天之后，继续往前，在距离酒泉80公里的地方，有这么样一个水库，又被称为祁连天池。高德导航搜索夹山子水库，进门需要登记，但不收门票。距离天池20公里处有个小镇，可以在这里买上食物。唯一的缺点就是这里手机没有信号。天池不大，但是视野很开阔，这里有蓝天，有白云，远处的山顶还有终年不化的积雪。带上2本自己喜欢的书，过上一个愉快的周末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路况很好，普通的家用轿车，没有压力。在这里昼夜温差比较大，白天可能30多度，晚上只有10几度。准备一些木炭，晚上来一次露天的烧烤，绝对是非常哇塞的一件事情。我和小花在这里待了2天，这里很安静，空气也很好，湖水很干净，可以直接用。无聊的时候也可以顺着湖边走一走。如果你喜欢摄影，那这里绝对是个好地方。每一帧的画面都足以让你屏住呼吸，去感受这个世界。进新疆的第一站，新兴峡，甘肃的柳源镇，往西50公里。312国道不要上高速，有这么样一条废弃的小路，戈壁滩上荒无人烟，时间在这里好像静止了一般。这里最漂亮的时间就是傍晚，或许对于你们来说已是深夜。新疆和内地的时间差不多有2个多小时的时差。10点钟，夕阳西下，弯弯的月亮悄悄地升上了天空，点点的繁星好似颗颗明珠，镶嵌在天幕下，闪闪地发着光。亮晶晶的星星像宝石一般，密密麻麻地洒满了辽阔无垠的夜空。有白色的银河从西北天际横贯中天。坐在车顶仰望星空，说实话这感觉老爽了。从新兴峡继续出发，大约300多公里，到达新疆的东大门哈密市。顺着省道往八里宽方向，高德导航天山庙，这是进入新疆之后第一个停车很舒服的地方。炎热的夏季，哈密最高温度45度，相隔30多公里，但这里的气温只有20度。据说本地人夏天会来这里搭帐篷。2019年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，当时这里还有一条小溪，现在河水已经干涸了。因为这里是牧区，所以一定要管好自己的狗。在这里，小花花就给了我一个惊喜，免费体验了一下放羊的快乐。毕竟花朵的世界我不是很懂。老有人问小花是什么品种，它是秋田犬。给我1分钟时间，带你了解小花花。秋田犬，小区街溜子，走到哪打到哪，打遍小区无敌手。在家毛绒抱枕，在外鸡头把我，非常高冷，没啥事儿不想搭理你。喜欢户外，出门5分钟，回家2小时。出门比谁都快，躺的也比谁都快。如果你想他回家，那就只能这样。花朵的体型其实比阿拉斯加小不了多少，大约有3个柴犬那么大。我身高1.8米，你们自己看吧。花朵要是突然对你笑，那一定是有原因的，像极了你手机里第3个表情包。那么长的腿，每天还给你抢位子坐。顺便说一下，这就是一只蒲公英成精了，天天给你表演天女散花。另外每天你还要花大量的时间陪着它，它一生气一整天不理你，这他妈谁受得了？说完小花朵，我们继续往前，从东天山出发，300多公里，先过七台县，我们到了江布拉克景区。这是一个好漂亮好漂亮的地方，车辆可以在景区内露营，房车有专业的营地。目前自驾游车票100，门票40。8月份来到这里，可以看到一片金黄色的南海，大树下搬个椅子，过一下躺平的生活。就问你还要啥自行车呀？我和江布拉克就是一场浪漫的约定，用户一笑换来一个热情的拥抱。只喜欢这里不热闹的热闹，距离隔不开思念秋，秋总会来；思念太阳，太阳总会升起。
江布拉克思念我，然后我就来了。这些画面是我7月份在江布拉克拍的，除了生活日常琐碎之外，拍美丽的风景我还可以的，只是播放量一般。这一期的合集呢，江布拉克稍微多一点。一呢是在做这些视频的时候，我确实有点感动，有点后悔离开了那个地方。第二个就是可以让更多的观众看到它。我在江布拉克生活了4天，这4天里都留下了美好的回忆。每次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，我都觉得自己帅呆了。其实是无人机航拍的夕阳很美，我总是很喜欢站在我的车顶，因为站得高，所以看得远。如果你有机会去一次新疆，记得来一次江布拉克，这里的银河很美。景区的核心就是这条自驾游的公路，顺着公路一直走，道路两边的景色一直在变。穿过这片麦海，就来到了大峡谷。远处的山上还能看到哈萨克牧民的木屋，山上一棵棵的松树笔直地站在那里，风一吹，随风摇曳。我去这2天天气不太好，总是一场小雨接着一场小雨。房车里温柔的烛光，其实是我在加班，因为我住在山上。清晨白云常来做客，它在窗外徘徊，飘着飘着，慢慢的被风儿扯成了一丝丝一缕缕，然后又渐渐地滑进了蓝天里面。湿漉漉的草地上，花朵在逗马，他想让他们陪他玩会儿，可是马不怎么屌他。新的一天又开始了，继续出发，好的风景总在路上。开车行驶120公里，我到了吉木萨县，顺道去野狼谷看看我的朋友。离县城40公里，藏在大山中的一个景区，这里的自然生态很好，这里还养了几百头狼，说实话长得还挺好看，有一只狼还歪着头。这是我的朋友阿尔亨别克，一个哈萨克小伙。2019年，他陪我徒步走完了巨石古道。男人之间的见面，最好的方式就是啤酒、烤串。那天我们都喝了很多，别克说他很想念我。那天喝醉了，他一定要带我去喂狼，是喂狼吃骨头。山谷中有个很棒的房车营地，就在这条河的右边。景区人很少，也就我一辆车。草地、湖泊、森林、高山，喜欢露营的朋友可以来这里感受一下。营地里通水通电，山上还有2个小餐馆，收费不贵，基本和外面一样。别克说欢迎你们来做客。我记得那天下山是因为小花花不讲卫生，带她去洗澡。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时间太长我怕你看不过来。好了，我是957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再见。